哎，命要紧，不能办了，得取消。马上安排媒体报道，随便找个理由就说有台风，为了大家安全，决定取消演唱会。我不喜欢拍照，也不喜欢被拍。那是一条神奇的财路，把大家的钱财送到我家，从此钱不再缺，面子也赚到了，感谢各位阅卷人呀，那是一条神奇的财路。在更小的时候，3岁什么的，到数字会念哆来咪，我3岁怎么可能学会音乐呢？对，我就说哆。你冒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哆啊，在这之前你并没有接触过这些乐理知识。没有啊，怎么可能3岁小孩？对，我会说哆来咪，哆来咪。我到现在所有的乐器都没有学过，但是你上手就会。你现在认谱吗？不认。我虽然不认谱，所以我就是比较奇怪的一个人。我不认谱，你把谱子给我，不认识。但是张嘴就来啊！1岁半的时候，我抖叔把我搁在自行车的斗里，对，买了一根糖葫芦，骑着自行车在天安门广场转悠。就是那天是地震，幸亏，那时候您比较早的把我放在了车斗里。1岁半的事情都记得，还能吃糖葫芦。你不是说你9岁才去的北京吗？而且73年北京根本就没有地震，好吧？为什么说谎？韩红说自己考上了哈佛大学，又说自己30多岁拿下了 F1 证书。哈佛官方回应没有录取过他， F1 证书更是子虚乌有。他说自己赚的钱都捐公益了，自己都要靠去长城建瓶子募捐了。事实上，他个人捐款只占他的韩红基金会不到1%，也就是每年10几万，意思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什么要说谎呢？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，他是一个有病理性自恋的人。什么是病理性自恋？当早年养育者缺乏足够的资源满足孩子的生理需求，孩子本我的需求就无法被满足。反之，早年养育者提供过多的资源，又会导致孩子的本我需求被过度满足，这会导致他们的利比多无法成功投注到客体身上，最终形成病理性自恋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他早年的经历导致他内心一直觉得自己学习不好，辍学。他这块是自卑的、空虚的、怕人提及的。自卑的另一个表现就是病理性自恋，所以他吹牛说自己收到了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是他自己选择不去的。他希望大众对他的印象是全能的、优秀的，不想让大家觉得他念到初2就念不下去，是一个没文化的人。但为什么吹这么大的牛呢？这就是病理性自恋，要吹就吹个你们查不到的。哈佛是众所周知的好学校，还是国外的？吹个小的，显得像花钱就能上的。他用名校作为他的背书，虽然是假的，但满足了他的虚荣心。其实是他内心不接纳自己的学历，后面再成功，也觉得自己没念多少书会被人诟病、瞧不起。当他的养育者没有足够资源让他体验到被接纳的归属感，他就无法满足自己的爱与归属感，他就会转而追求世俗的成功、众人仰慕的感觉。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真正的归宿，就形成了虚假的自体和讨好型人格。由于缺乏真实的自我，他只能从父母那里模仿几个不成熟的防御机制，寻求能寄托自己人生意义的事情。做公益刚好能满足他的人生意义感，病理性自恋又忍不住吹嘘自己，这就导致了大众看到的韩红像一个跳梁小丑。名利双收还不用花很多钱，人民币的厚度就是他的安全感，他是不舍得花自己太多钱做公益的。需求层次的上升之路就是构建自我之路，也是与原生家庭分化之路。从心理学上来看，他是一个心理问题很严重的明星，层层包裹的伪装下早就失去了真实的自我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这个米啊，它如果用酒和醋泡过这个米之后，你吃了不容易发胖，真的。什么科学依据我也不知道，是听因为我太爱吃了。我这刚变成你们要让我做这吃播，我现在不是有点往那个小肉鲜那儿走吗？小肉鲜，
我是小鲜肉嘛。我也没脸说自己小鲜肉啊，我是小肉鲜。过两天我回北京，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北京的那个小吃的爆肚啊、羊杂碎啊、炒肝包子，这一般喝不了，其实我爱喝豆汁儿，别人弄不了。反正就这样呗，我去一个地儿，我就跟你们瞎聊聊吃的呗。1万份食品到了韩红基金会的公示里，竟然只剩9000份，少掉的1000份去哪儿了呢？甚至有人还直接这么问了：韩红老师这个胃口，我相信是不错的。为啥能这样说呢？来看这2个图，这是王小鲁捐的物资，1万份的食品。我想王小鲁应该不会记错自己捐的数目啊，1万份刚好凑个整数也好记。可是这张图大家看看，进入韩老师这里就变成了9000份，请问少的那1000份去哪里了？自己吃了吗？那也能理解啊，毕竟王小鲁确实还不错啊。咱们说1万份能抽走1000份，不知去向。那请问阅捐人们，你们捐的，你猜猜被抽了多少，又去了哪里？这个能不能给大家说明一下？是不是被谁吃了？这话够狠吧？而且听起来还真像那么回事。品牌方自己发文说，我们捐的是1万份，另一张公示截图里大家一算，却只有9000份。一边是1万，另一边却是9000，中间刚刚好差了1000，换谁看了心里都得咯噔一下子。可老吕啊，真把这个韩红基金会那份支援郑州专项报告翻出来以后，发现这事儿反转了。那1000份并没有在公示里消失，是算账的时候把分散在后面不同接收点的明细给漏掉了。注意啊，王小鲁捐的这个1万份食品不是一个品种，也没有一次性发到同一个地方。公开报告里啊，第一处列了1750份，第二处列了6250份，后面还有2项各是1000份。咱不靠嘴算啊，拿计算器摁一下子，1750加6250再加2000，正好多少？1万，不多也不少。按照这份公开专项报告里的发放明细相加，所谓的少掉1000份并不存在。你说吧，这事儿尴尬吧？品牌方叫王小鲁，结果有人连名字都说成了王小鲁。报告一共有44页，只截出其中一部分，少看了后面的明细，然后直接问是不是被谁吃了。这句话一出来，评论区它能不炸吗？您先别误会啊，老吕不是说公益机构不能监督，当然要监督了。公众捐的钱从哪里来？最后又花到哪里去？工资高不高？理财合不合规？项目有没有真正的落地？这些都应该问。该赛的账一笔都不能含糊，可监督也得讲个基本的规矩吧？你得先把这个账看全了吧，不能拿着半张表格漏掉后面几行，然后把我没看见直接说成东西失踪了。更不能从数字对不上一步就跳到是不是被谁吃了啊？是不是捐款也被抽走了？这中间差的可不是一句玩笑啊，差的是证据。公益靠的是信任，可监督公益的人同样也得靠事实，要不然会出现一个特别荒唐的那种局面吧。基金会的账如果有问题，当然应该查，可账本明明能对上，却被人算成少了1000份。最后真正被消耗的还是普通捐款人的信任，这是最值得琢磨的地方在这儿。为什么一份44页的报告没多少人愿意翻？可一句是不是被人吃了，几句话几分钟就能传的到处都是，沸沸扬扬的。因为完整的账班太慢，怀疑太快，数字需要一项一项的加，而情绪呢仅仅只需要一句话就能点着了。尤其现在韩红基金会正处在风口浪尖很多人已经先有了结论，只要再看见一张看不全的这个截图，立刻就会觉得你看果然有问题。可老李却觉得该质疑的咱不能闭嘴，算错的咱也不能装作没看见吧。今天咱能拿这个少了1000份去质疑别人，明天别人也能拿着半张截图给咱扣上一顶帽子，到时候你再喊冤，还有人愿意把剩下的43页翻完吗？所以这件事老李的态度很简单，韩红基金会不是不能问该解释的账还得继续解释。但就这件事儿，王小鲁这1万份食品来说，按照公开报告的明细相加，账面上它就是1万份，这1000份没有被谁吃掉，是有人算账的时候把它给算丢了。来，先看一段视频。我自己一个人养了229个孤儿。韩红自己说过，229个孤儿，她抚养了整整9年。汶川地震、玉树地震、甘肃泥石流，每一次灾害她都亲赴一线。她在公共场合说，40岁之后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把赚来的钱
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。但这一场舆论风暴里，竟然没有一个受益人站出来替他说话。2026年7月4日，有媒体直接问出了这个疑问：韩红做了这么多年的公益，应该帮助了不少人，怎么没见有人站出来呢？知乎上有人说的更直白：韩红公益的受益人，你们在顾及什么呢？李亚鹏去年也遭遇过类似的舆论危机，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欠租2600万，濒临关停。结果呢，受过他帮助的唇腭裂患者主动站出来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他说话。3天之内，舆论大反转，公众捐款超过1000万，一个具体的人被看见，信任就有了面孔。韩红这边呢，20多年，229个孤儿，数千场义诊，上万名的受益人，风暴来了，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韩红帮过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慈善的颗粒度不一样。嫣然做的是1对1唇腭裂手术，每一个被治愈的孩子都有名字，都有故事，都有对比照。李亚鹏的受助者能用自己的故事为他筑墙，那些受过他帮助的人，即使牵涉到个人隐私，终究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。韩红基金会做的是大规模项目制慈善，义诊啊、救护车啊、医疗设备啊等等等等。这个差异就决定了信任的厚度。20多年来，229个孤儿，上万名受益者，舆论风暴来了，难道他们不上网、不使用手机吗？有人说这是受助者忘恩负义，我不这么看。问题不在受益人，在慈善模式的本身。基金会在2026年的7月2日发了一份16页的说明，回应了8大质疑，但它只是在制度上回应了问题，却没有回答那个最朴素的疑问：韩红基金会帮助的人在哪里？账目可以合规，审计也可以过关，但信任这回事不是靠审计报告堆出来的，是靠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，能用自己的故事把它讲出来。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当所有被帮助过的人集体失声，答案也许就不在他们身上。下次再有人说韩红帮了多少多少人，我们不妨问一句：那些人都在哪儿？韩红真正的危机不在账目，不在审计，是信任链条里缺了最关键的具体的受益人。而信任如果没有具体的人来背书，那就是聚沙成塔，风一吹就散了。